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频道啊。咱们今天本来是不想讲这个话题的，因为我也自己也在路上，所以呢，但是发现最近很多人在网上讲这个登富士山的事情，大家都高高兴兴上山顶了，然后拍了很多这个呃 video 啊，然后很多很好的景色，非常漂亮。嗯，那对这个来讲呢，我其实就有点担心本来也没什么好担心，就说呃，这些 YouTuber 在网上给大家这个印象呢，就是很轻松的就上去了，有个攻略，看着这个地图，或者是找几个人问一问，几个小姑娘或几个小伙子就上去了。这个我就不希望这个普通的网友要去登富士山的话呢，会造成一些这种轻，就是对这种事情比较轻视，就是说以为爬一个山很简单就能上去，其实本身并不是这样。作为本人的经历就是说，我是总共爬了4次，那4次中间呢，其实呢，呃，只有2次是登到顶上了，2次成功，2次失败，实际上是50%的成功率。那第一次是在1998年的4月份的时候，当时是因为没开山，就不是季节，那时候年轻，以为自己能怎么样，结果上不去，那个雪身上全是雪，然后没有装备，没有什么而且没有任何的设施开放的，就是没有什么救援，什么都没有，是一个比较危险的。那第二次呢是1994年，就第一次1988年，第二次1994年，那次就登上去了，那次是比较小心，因为头一年是皇太子登上去的时候，他们拿的氧气，那我们觉得自己带氧气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，那就啊带着氧气上去的，那就是第二次登上去。第三次呢是2009年，那次上去呢也是有点轻敌的，因为带着2个孩子，以为可以很轻松的上去，结果那次的教训就是说风特别大，然后我是戴着眼镜，但孩子没戴眼镜，结果呢那个火山灰那个渣呢就会吹到眼睛里面，孩子就非常非常非常难受，然后呢火山那个岩石那个渣掉在鞋里边也会非常非常的难受，就是影响，也就是而且当时我是没带氧气，呃，会有高山反应。然后接下来是再讲最后一次，就是2015年，这次呢又过了几年，带2个孩子去，就准备比较充分一点，然后护目镜啊，然后这个鞋罩啊，和氧气都带了，这次就比较顺利。大致把这个话题总结一下吧，就是说登富士山呢，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很多日本人也是准备很多很多年。那如果你想准备登山呢，第一件事呢就是说，你要在登山前的大概半年左右，你就要开始进行一些体能的训练，比如在附近的山上走一走啊，然后大概从2个小时、3个小时、4个小时，这样大概把自己的体能先做起来，然后可以承受这个东西。啊、那你很年轻的是另外一回事，我们讲普通的网友的话，或者是没有这方面的太多的经历的网友的话，你还是有一个最基本的这个体能训练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那就接下来就是你要选择在登山季节，不是说你想去就去。它像我刚才说的，如果在登山季节之外呢，它是没有什么服务的，也没什么设施，什么都没有。你去到那儿，而且山上有雪，很危险。啊、有些专业人士会在季节外去攀登，但是不建议普通的网友去。这是一个，就是这季节大概是在7月中到9月中。啊、作为一般的我们的这个登山者来讲，特别是外国人来的话呢，
尽量避开它那个最热闹的，就像现在是这个季节，到现在就是八月初到8月中这段时间是非常啊、就是人比较多的时候因为孩子放假，这日本的放假是7月底开始放假了，然后加上日本这几天呢是这个盂兰盆节，就是相当于中秋节和感恩节都回老家看亲人团聚的。那所以呢，尽量赶在前，赶在后比较不建议，尽量赶在前吧。然后大概是一开三前后就计划，这样比较好一点，就是可以避开这个人群。那另外呢，这个讲这个行程的话呢，另外一个行程就是说，山上的气温或者是天气是经常改变的，就是变化很快的，所以你没办法提前很多天预知，不是很准。所以呢，你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建议，就是说，你作为一个外国人去那边的话，最好有这个登山是1天，第二天就加起来2天，但是你整个前后要余到大概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，你把你其他游玩的时间错开，然后就这样的把1个星期画出来，天天盯着天气预报，天气预报好了，说登山的预报，就是登山的天气预报好了，那你就去登顶这个攀登，最好的建议就是说住在新宿附近，这样的话你在等的过程中，如果说今天天不好，你要等的话，你也不会太无聊，可以在附近有些游玩有些项目可以去作为旅游嘛，就是可以去看看。那作为你看到这个说今天登山可以了，那在新宿有一个这个巴士的这种长途巴士这个车站，这个很多攻略上都有了，就是在那儿马上买上票，然后那个巴士基本上每个巴士上面每个人基本上都是去登山的。那这个巴士呢会把你带到这个半山腰，叫五合目的地方，叫五沟麦半山腰上。那到了以后，你就可以整顿就可以啊开始爬山了。那作为这个 schedule 这个东西形成的话呢，其实比较重要就是刚才说的，要有一段时间，不要把行程弄得太紧。要说你说我只有1天2天，如果那2天天气不好，你要在天气不好的时候上山的其实是件不是一件很稳妥的事情，因为它那个是火山岩，上面全是火山岩，你看就是棕色的火山岩，它那个不是很稳定。如果有大风的话，那个上面会有落石什么的，或者是大雨的话也不方便。但是这个气候在山顶上气候是变化很快的，所以一定要找到这个比较好的天况上去，所以你就要预这个时间。嗯，那接下来就讲登山的过程中，就是说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的情况。像我刚才说的，不是每个人每次都能上得去的，就普通的人，OK，不是像那些 YouTube 拿着这种照走一走就上去，不是这样的，就是其实到这个海拔3700多米的话，实际上是高原反应的。那如果你这个高原反应症状很严重，就头会痛，然后心会都跳得非常快，这是我自己的感觉。这个是非常危险。有发生这种症状的时候，如果是喘不过气、心脏跳，一定要停止继续登，办法就是只能半途而废，只能往回撤，安全第一，不能勉强。所以呢，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能登上去，登不上去，你要下次机会。这个非常重要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就不会有危险。这个知道监控自己的身体状况，然后呢不行的时候呢就要往下退。这个没有什么，你下次再去或者准备好的再去，可能没准备好，身体各方面的原因都可能发生这种事情。而且不是每个日本人或者每个登山的人都能上得去的，就登山的日本人也有的很多上不去。对，就讲一次，我有一次去登的时候碰到一个老人，他就是
其实很多人登不到顶的话，很多人往回折回的都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，因为有些日本人对他们俩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，然后他登不上去，他很多年花了很多，有时候花很多年的准备啊，这个资金啊、体能啊，然后就是很多人的一个这种梦想就但是达不到，而且以后再没有机会，像比较年纪大的以后没什么机会的，他们就会非常非常懊恼，非常那个呃激动的，就是眼泪都会流下来，这是我亲眼看见的。所以呢，要把这个准备好。除了一般的大家都讲的带那些东西之外，再强调一次，护目镜一定要拿，因为风吹的时候眼睛会打沙。如果你赶上那天没有风的话，那就非常 lucky 你可以不要或者放在哪里都可以。这个一定要有。第二，氧气呢，普通的人还是要还是要拿的。这个等你到了3000米，都是第9，就是九和木的地方，就是90%的地方呢，对体力要求就非常高，往前挪一步都很困难，作为普通的人来讲，所以说呢，氧气呢可以帮助你这个提高你这个肺里边的这个氧进到你的身体里，这样的话就不会因为缺氧人会高山反应。OK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说，那个鞋套，就是保证你这个鞋里边不能进那个火山岩的那个渣子，要不然你走几步就要弄鞋是一件，这是脚不舒服是很严重的事情。OK，那就大致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给大家提个醒。第一就是不是说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是要准备要时间的准备、体能的准备，嗯，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呃，因为这个富士山已经是很有名的一个就是观光的地方，那很多人想去到那儿是很容易的，所有这种攻略都有，比较简单，就是说，比如说像我这样，喜欢从新宿那边待着，然后从新宿坐巴士到3点，他那个巴士就是非常频繁的，比较容易。那另外也有是，我也坐过这个电车，JR 的电车，其实到那个奥田巴那边再转车上去也有。嗯，这个不是很难，主要是大家不要掉以轻心，不要觉得这个事情，像那些网络上看到那些景象，就是很随便的穿个背心甚至啊、那有些说是报道一些外国人光着膀子，的确是有人很轻松的上去，这个是的确有，但是作为普通的没有经过训练的这种叫素人或者叫做普通人吧，登这个山还是需要一定的准备，说金钱、时间，这个时间我就说至少有你给自己1个星期的这个荣誉，你可以这1个星期在某一天上去，然后可以避开不好的天气，啊、那就最重要的是安全第一。如果觉得自己身体不太舒服的情况下呢，就要该退就要退。OK，那今天就聊这件事，因为总是觉得这个事比较有点紧迫，就担心很多网友就随随便便走一趟。那很多人随随便也可能能上去，但是我想还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就是我自己体能也一般一般，但是我也是这2次去了4次，那有2次上登顶，2次登不了顶，就是几种原因。OK，那就今天就讲这么多，那下次见。那现在在出差，下次就回去了。OK，拜拜。Stop it.